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个临时性话题就是我们南韩总统尹锡悦在12月3号的时候居然发布了一场政变，也就是进行了南韩这个有史以来他最短的一个戒严因为6个小时之后他就解严了这时间之快之短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探讨它。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戒严。那后面我们针对他的命格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命理名人堂的一个解析。再来就看看台湾如果戒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国史上最短的戒严尹锡悦他错在哪里？为什么他会失败呢？其实我们要看它的成因我们要可以多加分析。我们看老师的节目就要多方面去思考为什么他会失败。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的民调是十分的低，所以是说有人说他对他的权力感到了恐慌。那这个部分其实他有存来一个问号了，就是说接下来应该是有人要弹劾他，所以说他必须要先戒严，因为他的太太可能有涉及一些贪污的问题所以是说他现在可能急切要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是他的一个内部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老师认为他收到一些海外的情报，比如说包含了乌克兰这次在战场上面有北韩的士兵，所以他在想乌克兰他这边的战场大概他已经抵定了因为这次的俄罗斯还用了比较霹雳的手段，所以是说乌克兰大概如老师我们一直以来的预测，他大概就要四分五裂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他北韩的士兵一旦回防到北韩开始训练他们的士兵，也加上俄罗斯凯旋而归，那么对整个南韩他们的安全程度还有他一些的局内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他也可能在这个时候想，那不如我在这个时候做一些积极性的改变。那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说我是不是有机会透过这样子的话题的操作来进行了什么我做总统任期的改变。各位要去知道韩国总统制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它跟菲律宾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单任制的，就是说呢，你这个总统选一次，你要么就捞到底，要么就做到好啦，不然的话你就只能下台。因为呢，他们只能选一次上去之后5年之后你下台。而他现在的上任时间是2022年，那今年2024年，你说他现在是不是很急着要连任，或是把这个位置抓下来这个基本上我们还可以考量，因为他是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动手的。他现在动手大概就是不外乎我们刚才讲到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可能被弹劾，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导致他可能会影响到南北韩之间的问题。所以说他这一次的一个戒严他是以什么样的要清除南韩境内的亲北势力，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我觉得他可能跟他的命格是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为什么呢？因为南韩跟北韩也就是大韩民国跟朝鲜其实这2个国家他们的国力差距那不是普通的大，一个叫做锦衣玉食，另外一个叫做这个饥寒交迫，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形容太过分。这韩国可能真的是他们的压力很大，但是你只要不养小孩其实日子还蛮好过的那韩国人他们日子过得比较紧巴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在于是说那个家庭把所有的资金拿去什么呢？拿去医美跟教育。然后你不整形，你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你就不能变成美女，那你就不可能嫁给帅欧巴这个基本上是不礼貌的行为。不整形你不礼貌这在其他的博主频道都可以看到，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说呢，你要去补习，你没有上到最好的一流大学基本上你这一辈子无望就是 SKY 嘛，各位也知道。所以说你这个2个如果都不要，那基本上你的日子是还蛮美妙的，因为你不用养小孩嘛，就还蛮美妙。所以现在韩国人在我们过去的直播就有说过，他宁愿养狗也不要去生小孩，不结婚不生小孩，结婚你也不生小孩，这样子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那岂不快哉这个我们在直播之中讲过很多。所以是说你说他去亲北势力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会亲近一个比你还要穷的人。我们任何人你要那个什么内敌通外鬼，就是外面人给你的好处是多的比如是说什么呢？我们讲近一点来讲好了，好吧？庚子拳乱，那是因为北京的或是这些地方的百姓民不聊生，被这些义和团的弄得生不如死。那不如怎么样呢？不如找那个外国士兵把这些那个什么很奇怪的义和团把你剿灭掉把这个暴君给驱除掉这个是会有的。那我们再近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它还是有一些的变化。就包含什么？包含是说在台湾台湾以前在甲午战争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还是出现了很多亲日的势力。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给台湾的这些遗老遗少很好的待遇给你一个保证礼甲呀给你土地你只要愿意效忠大日本帝国
皇民化运动啊，这些都是好处。这也包含了我们柯文哲前市长啊，他主张也是经历过皇民化运动的。这个没有对或不对哈，因为台湾是被正常的割让给日本的，我们不要给他扣黑帽子。我只说台湾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是有这个状况产生的。所以是说你要去说你内神通外鬼，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你自己的日子过不好，然后别人日子过好，所以说别人给我好处我就过去。但是北韩你能给南韩人什么样的好处？没有办法，你那暴风士兵你也没有给他什么很好的一个待遇啊。你去俄罗斯的待遇还比较好，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状况在俄罗斯它会有出现北韩士兵有逃兵哦，之前有听过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啊？我们不得而知啦。所以说你说在你学院还要清除在南韩里面的在大韩民国里面的一个亲北势力啊，你这个题目站不住脚，你要去戒严了，这很难。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戒严了，你要去夺权了，这也不是不行。那你必须要怎么样，把你的内部的所有的一些政府机器人，你牢牢把控住。比如说什么王莽篡汉，王莽篡汉呢，他就是已经是把你所有的百官还有民意，你都一把手抓了之后呢，他才去篡汉，那这个才能够成功。后面能不能做好的是一回事。但是呢，尹锡悦他不是，第一个他不是臣民，他不是大臣哦，他是一个总统，总统等于是南韩的临时皇帝。那你去篡你自己的汉室，篡你自己的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依据的。过去知道一件事情，南韩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它在1912年建立，1953年韩战结束，到了1987年到现在的第6共和才真正的去成立，变成一个民选制的总统，它不再有一些集权，也不会再有一些替换的政治体制，是从1987年到现在。所以说南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都说那个美国已经是历史很短了，其实南韩它的一个历史那是更短的。那我们台湾叫它南韩实际上它的正式名字不叫南韩了，当然还叫大韩民国。而尹锡悦这个人呢，他跟其他南韩总统也是不一样。1987年第6共和以后的总统不一样。在第6共和以后其实基本上南韩出的总统很多都是从亲韩家庭出来的，比如说文在寅，你是出身寒门的你是很辛苦在底层打拼上来的，然后你成为韩国总统，变成一个传奇比如说像我们陈水扁前总统他就是怎么样，他是从这个赤贫出身，然后一路走上了总统高位这也是非常励志的事情。而尹锡悦不一样尹锡悦他是高丽武将叫做坡平尹氏的后代。他是怎么呢？他的祖上从高丽到朝鲜王朝他们家族出了6位王妃。那甚至呢，他的12世祖是朝鲜王朝的一个学者，叫尹文举老师帮他考察过。那他14世祖以前也是重臣，所以说他高祖母李氏也是朝鲜王室的宗亲。所以说这个尹锡悦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南韩总统，他是贵族他本身就是贵族，这个跟日本比较不一样。日本很多都是中央的一些大佬都是贵族，地方的不是但是呢，这个南韩因为他1987年到现在起来的政权基本上没有几个是贵族这凤毛麟角。但是尹锡悦就是一定是头先的一个。那尹锡悦他的成长过程也蛮有意思的我们这边看他的命盘他是1960年12月18日出生，他生日快到了他可能是在生日前给自己做一个变化吧。是不是有他的老师帮他算过？你是应该赶快政变一下然后来维持你的政权其实如果有的话也蛮瞎的，因为我知道尹锡悦他蛮迷信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他真的请老师算这件事情那老师大概算错了。这个请老师很重要，你不要算错出事情尹锡悦他这出生到现在，他现在其实基本上他的运势是不错的。那他这个人，因为他是含金汤匙出生的，所以他在1980年到1981年的时候，他本来应该要当兵的，但是呢，他都是延后入伍延后入伍，然后到1982年的时候就判定他是什么？判定他眼睛不符合度数，所以是说呢，他就不用当兵了。你在南韩不用当兵那真的可以烧高香。我们也知道南韩的这个军队那个风气不是很好这台湾以前也是一样，军队风气不是很好。那当然，他也因为眼睛的问题要把这个事情一直延续下去就是我们的南韩大总统到现在都还没有驾照。而他是出生于首尔大学这当然也是名校，因为他是贵族嘛进名校也很正常。但是呢，他的律师考试在大四就通过第1轮这也很正常我们陈水扁总统他大3就好像就取得了律师资格了。但是呢，他取得第1次的这个资格考之后连续9年都没有通过第2轮。他到1991年才通过第33回的律师资格考，1994年完成了这些司法研修班第23期之后才被任命为检察官。
所以说这个尹锡悦也蛮有意思的哦，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怎么样呢？那个贵族小少爷啊，什么事情对他来讲都无所谓啊，家里都帮他安排好了，不然你没有这个力量，你怎么可能不用去当兵呢？对不对？这个在韩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不会有人批评他没当兵啊，这个是蛮有特色的。那我们看他的命盘呢，他出生在庚子年戊子月庚辰日的庚辰时。啊，庚辰时这个是错的哈，因为那个我们不知道他出生的时间，老师只是因为今天录的时间是早上，所以说刚好在辰时7点多的时候录的，所以他出来是庚辰时，没有他那个时辰是错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个命格啊，我们看他的一个日元命主啊，他知道他是庚辰日的时候啊，那有上过老师课程的，或是自己有自修一些八字的，就知道啊，这个人是魁罡命。魁罡命是什么啊？魁罡命啊，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武将命。那武将命的人啊，基本上他就很容易去做什么去斗争啊，他就不服输啊，我看到什么我都想给他干一下，对不对？一个就是要跟你斗到底。所以说尹锡悦他本身是一个斗争很适合的人啊。你看他的一个格局啊，有稍微学过大概就知道，那他是一个很适合去聚众然后去斗争的人。所以是说，以他来讲，他去竞选一些总统，那加上他的背景，加上他的一个斗争的性格啊，他是有机会成为总统，但是他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命的啦。我说实在的，以他的整个格局来看呢，他要当总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啊，真的是非常难。他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发生什么事情，老师没有回去看。但是以他的命格来讲，他是扛不起总统位的哦。这个他连当个官都有一点有点悬了啊，官也当不好，然后呢，你什么都还做不好，你当检察官可以，因为他的魁罡的命格啊，很适合当检察官。然后就魁罡啊，他是主持一个百姓不公哦，在乱世的时候他可以成为英雄，那在盛世的时候啊，他可以成为枭雄，这是魁罡的特色。但你要会用，你不会用就不行。而他的命格来看呢，他就是既然是魁罡命，他要赶快要去斗争，所以说他在选举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比较激烈哦，所以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上位啊。这个其实老师还是认为他是没有资格当总统，他的命盘是没有能力当。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啊，他能不能够是说在这几年他能够稳定韩国的局势呢？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总统位，说这样格局的人啊，他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他的时运好不好呢？基本上他的时运也不会太差哦。说白了，他时运不会太差，只是说他现在做错了决定，太急躁了，导致他现在把一手的好牌给他玩坏了。因为他现在只要什么都不做，他维持的低民调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总统位置是只有一任，他只要一直撑下去，他就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就可以怎么样下野之后直接进监狱，至少你还有2年的好日子可以过嘛，对不对？你还有2年可以过，后面时间再慢慢想，是不是？但是他现在太急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导致他有没有可能被弹劾掉？目前来看，如果只看八字盘的话，他是不容易被弹劾掉的。好，目前来看，我们目前看他的格局来看，明年是乙巳年嘛，目前来看他是不容易被弹劾掉的。但是这个要看韩国老百姓啊，因为你现在做了一个戒严的举动啊，你后面朝小野大的状况之下，你未来很难说。但是以时局来看呢，他只要撑得过我们的立春也就是在2025年2月4号，应该是那时候立春吧。节气立春之后啊，基本上他要被弹掉的机会就没有这么高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他这个尹锡悦啊，他这次的一个戒严啊，其实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他希望革掉现在的这个，趁到他在戒严的时候，能够革掉现在的担任总统制或者是总统任期制，然后在戒严的时候，他可以像那个泽伦斯基一样我们一直延续下去，暂时总统怎么样的，让他权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只是他的题目是不行的，你亲北政权去清算他的政敌啊，这个是不能够成功的，因为你不会革一个，你不会去清一个完全不如自己的人这个是很难的事情这个立不住脚南韩人也不相信你这个事情是因为里面有什么有匪谍吗？有共匪吗？这个不行这个立不住脚。说他太急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错的，不然就是他可能迷信嘛，这里补了一卦还是算了一个命，就发现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是吉利的，这个是很难的啦因为他没有做好他自己政府的一个安排。那当然有朋友呢一早就问老师说，台湾有没有可能比照办理呢？那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在网络上 Facebook 上面有一些侧翼就说或者一些亲民进党的团体就说这是台湾这应该跟进咋巴拉巴拉，但是很快就撤掉了因为舆论立刻沿上反转嘛，当然就被撤掉了。那各位请放心这个台湾你要戒严接下来只有2个可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两岸真的进行了开打比如说他已经攻占我们的澎湖了金门马祖澎湖都被他收走了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宣布戒严。因为国难当前嘛，戒严这是应该的事情，然后就那时候就没有老师有没有厨艺的问题了，这个可能那个宪兵打开门就把我拉走了，说不定总是需要炮灰嘛，对不对？这个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开打的时候啊，如果战争进行的过慢，那么这个戒严是一定会开始之外，那个拉夫啊，像乌克兰一样啊，这个老头子要上战场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越老的越没有用的，你要越先上战场。去怎么去抵御敌人炮火？那至少你要抵御5波到10波以上。那这些老人家死完了那基本上年轻人才能够变成有生战力去打，那是过去的战法了但是未来不一定，就是说两岸开打的时候，我们希望快一点结束，对不对？要么我们赢，要么他们赢嘛，对不对？赶快结束是最好的，不然你一戒下去啊。你整个经济啊，你整个民生啊，都会变得很糟糕，就看谁一样了，还是一样。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嘛，两边打起来没一个好的，以色列也是一样，是不是？打起来没一个好的我们这个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对不对？这是一定的。那么不开打的状况之下，总统可不可以宣布戒严呢？这个老师有做过研究，这是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毕竟立法院现在不是民进党所掌控的，所以说你要戒严这件事情啊，你要总统发布这个动员戡乱这个是有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呢，现在最大的原因就是两岸之间呢这个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如果现在这个因为我们执政党的问题要宣布戒严的时候那么你就给对岸一个动手的一个什么口实，就是要保护台湾人民，然后他人就来了。你知道吗？人就来了。你说你不开打的时候，你戒严，对方一定来100%来。然后这个其实任何国家都没办法来救的。比如说来讲好了，很多人跟老师说老师，那开打的时候，那船只过来的时候，美国就会派航空母舰来这航空母舰你还觉得有个球用这你知道中共有一个船很厉害，叫做头顶4个球，全球我最牛那个815A 的那个电子侦察机吗？电子侦察舰它是一个船舰，它船上就4个球，不知道哪里来的，对不对？他从月球拿来的一些秘密嘛，我也不知道。他过去的时候，那个美国的雷达、航空母舰什么谁雷达都找不到它，你可能只用眼睛才看得到它，不然你就只能从卫星去照到它。你实体的去照是可以的，你的电子设备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那他电侦机来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它，他看得到你，你看不到他，那他就要去看到你的时候，就直接叫东风快递直接去打了你啥也没有。所以你不用想在台湾海峡这些发生了征战之后，你的国外的舰艇有任何的毛用，在中共的这个815A 面前你基本上你是脱光光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就差他没有把喜羊羊放在你的荧幕上给你跳舞而已，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了，但是总之在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中共的815电侦机基本上就可以在它的附近去做勤收。那其他的欧美列强完全拿它没有办法。至于它是什么样四个球有什么黑科技，为什么变成全球我最牛？那这个可能是跟外星人有关系吧，不然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这个我不是我的专业，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台湾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台湾岛地区你要说全心戒严这目前没有这个空间，也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你在宣布戒严基本上我们的县市首长都是蓝营的。那么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话呢？对不对？他立刻就开始造反了。我告诉你，戒严你是有很大的一个前提，比如说你当时蒋中正戒严的时候，那是因为全台湾所有政府市政首长都是官派的而且你各地你都有宪兵营，对不对？你都还有驻军，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台北市景美那边，对不对？你都有驻军，是不是？你要去戒严的时候，你所有的士兵可以进行弹压，说政治的首长你都可以配合。所有人都进行了一些从上而下的钳制，那个时候你戒严你是会成功的，但是你这次尹锡悦没有你怎么成功？你就是光杆司令，我说我要戒严，然后士兵进去了之后，还被人家把枪拿走，你不能对老百姓，你根本就没有人支持你的状况之下，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就连缅甸他也是经历了他的军政府，他也是在戒严状况之下，他也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完成这个戒严。你还没办法完全的弹压住，不然的话，缅甸为什么现在有内战？就是你的戒严，你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所以尹锡悦犯了这个错，我相信这个在其他国家、周边国家，我不知道哪里了都不会犯这个错，因为一个笨蛋示范给你看，就像那个要让狗乖，你就先打狗王，把狗打一打其他狗就觉得我会害怕，我不要去犯一样的错了。OK， 各位请放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至于是说尹锡悦会不会后面被弹劾我们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我们再去讨论。那今天我们的临时主题到这边为止，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Nice.